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人体正常关节中有液体的存在，但是由滑膜分泌产生，起到营养软骨以及滋润关节的作用。如果关节长时间处于高强度运动的状态中，就很容易出现韧带损伤、碰撞夹关节扭伤等情况，从而引起滑膜炎，导致关节积水、活动受限或者肿胀。另外，人体的关节腔中分布许多感觉神经，积液也会压迫感觉神经，导致疼痛。那么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一款滑膜炎的救命药，减少膝关节疼痛发炎，赶走腿脚麻木，让你拥有年轻膝盖。首先准备30克的黑豆。中医认为黑豆属水，水走肾，因此黑豆有利于补肾养胃，可以滋补精血。常吃黑豆可以缓解肾虚、体弱、腰膝酸软、关节不利等的症状。黑豆中含有的维生素 E 和花青素可以清除体内的自由基，延缓衰老，增强活力。再准备30克的薏米。薏米可以利水消肿、健脾祛湿、清热排脓，还可以抗炎镇痛，降血压、血糖和血脂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薏米性味比较干，能够入肺、脾和肾经。薏米里边营养成分也是非常丰富的，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，有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。它的药理成分能够起到抗炎、镇痛、降血压、降血糖、降血脂和增强免疫力的作用，所以说它是很好的保健品。根据临床的经验，重用玉米治疗膝关节、滑膜炎，收效甚佳。再准备30克的赤小豆。赤小豆属于药食同源之品，它不仅是一味很好的祛湿药材，赤小豆早在数千年前就已经被古人视为是祛湿之最的良药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中，人们还特别的说道，赤小豆乃是药中之上品，有利水排湿、轻身不老的疗效，有利水消肿、解毒排脓的作用，有脾虚湿肾引起的四肢或者是面部水肿、腹部胀满、脚际水肿、黄疸、尿色发黄、风湿热痹引起的关节红肿热痛、屈伸不利、皮肤感染引起的红肿热痛，以上这些症状都适合用它。它对身体引起的身体水肿有明显的消退作用，能加快人体内多余水分代谢，可以让水肿尽快消退。我们先把黑豆、薏米、赤小豆清洗干净，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，让它浸泡1个小时。接下来再准备10克的桑枝。桑枣水具有活血化瘀、疏通经络、祛风除湿、散寒等功效，主要用于治疗末梢循环不良、风湿病痛等。桑枝取材非常的广泛，所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便宜，在药店就能买到，价格很便宜。它既可以内服也可以外用，内服对肩周炎、颈椎病、四肢末梢关节的一些病痛有很好的治疗效果。此外，也可以用桑枝来煮水泡脚，也具有很好的舒筋活络、抗瘀消肿的功效。桑枝我们先把它清洗一下，然后放在一旁备用。现在把泡好的薏米、黑豆、赤小豆倒入锅中，在碗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浸泡黑豆、薏米和赤小豆的水不要倒掉，因为它们的成分有所流失。接着我们开大火把它煮开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你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请在底下留言加1，
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煮开之后，我们再把香汁倒进去，然后再来盖上盖子，转小火让它熬煮30分钟。那么滑膜炎到底是怎么引起的？我们又该如何去预防它的发生呢？膝关节滑膜炎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，那种多发性的疾病，在任何年龄阶段都会发生，但一般中老年人容易中招。导致发生滑膜炎的第一种原因就是慢性劳损，长期的劳作会使膝关节累积损伤。其实在膝关节得不到有效的休息恢复的情况下，容易使膝关节损伤，导致滑膜炎发作。第二个原因就是寒凉侵袭，膝关节缺少脂肪保护，所以害怕寒凉侵袭。一旦被寒凉侵袭，就会损伤膝盖内的构造，导致滑膜受到刺激，引发炎症。第三个原因就是外伤所致，在运动中，膝盖难免遭受意外，导致膝关节损伤，引发内部的病理改变，使滑膜受损，诱发滑膜炎。中医认为，滑膜炎是经脉受阻，治疗以利水渗湿、活血化瘀为主。当中的黑豆可以活血、祛风、解毒；薏仁利水渗湿，赤小豆利水消肿、清热解毒；上肢能通经活络。现在我们的黑豆已经煮好了，煮好之后，我们关火，先把汁水倒出来，然后再放入清水，再重复煮一次。煮好之后，也是同样的去渣流汁，只用汤水就可以。这个食疗方能够利水消肿、活血祛瘀、利湿解毒、通经活络，对治疗滑膜炎有特别好的疗效。对于颈椎病、肩周炎也是可以起到很好的疗效。如果我们再用艾条灸一下内外膝眼，那疗效更快，还可以缩短病程，使用1周疼痛明显的缓解，坚持数周之后就能康复。对骨科类症状疗效突出。这里要提醒大家，孕妇是不可以用此汤的，必须提醒一下大家，此方只是一个经验方，只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。除了食疗之外，平时注意保养膝盖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控制本身饮食结构，避免酸性物质摄入过量，加剧酸性体质。饮食的酸碱平衡，对滑膜炎的治疗以及并发症的防治是十分重要的。另外，体重较重者要减轻体重，减少关节的压力等。在痊愈之后，要积极的锻炼膝关节周边的肌肉，练习之后要保暖膝关节，这样就可以更好的预防滑膜炎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养生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